What's up, man? OK，PG1，你跟网易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吧。网易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设备重花会 PG1 嘟啦哒哒。到目前为止，您对自己在有嘻哈上面的表现还满意吗？其实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场都没有我在私下的演出状态要好。有什么原因？或者忘词吗？在舞台上呈现的并不完美，我觉得，因为我的点是有一个坎儿的，但是我每次都没有达到那个坎儿，所以就对自己的表现还不是很满意。OK， 我们之前也采访过欧阳靖，他说你是中国有嘻哈最强的几位选手之一，那您怎么评价您的这位队友？你说靖哥吗？对，靖哥。靖哥，我觉得已经不需要评价了，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在我心中，中国传奇人物一共就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岳庭，一个就是靖哥。那您觉得嘻哈的态度是什么？上次那个我们采访靖哥，靖哥说是，就是做自己就好。对。那您对嘻哈的理解是什么样？其实一样的，就是这个和做自己是有关的。首先你要有态度，其次你要保持你的态度。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去受别人的干扰。OK， 那在你的定义里面，什么样的人叫 real， 什么样的人叫 fake？Real 就是你做歌要 real， 做人也要 real。Fake 就是可能是做歌看似很 real， 但是其实做人蛮 fake。因为做歌先做人嘛，人品和作品是挂钩的。OK， 您如何看待现在一些 rapper 之间的一些 beef 和互相 diss 的这种事情？其实这个还蛮受争议的嘛，因为毕竟说唱刚普及到大众可能不太能接受了这种互相攻击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真的是说唱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互相 diss 和 beef 并不是说真的我是对你怎么样，我是骂你啊，或者是我对你带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技术交流，就是像武功在切磋一样。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整个圈子就是这种感觉，这个 hiphop 的圈子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你出一个 diss， 我 diss back 回去，然后两个人交流完了之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就是你这个歌不错啊，你的也不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我个人，我当时喜欢说唱，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风格很酷，因为 hiphop 就是一个很酷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被人拿出来说，就是因为我节目里唱的那首歌嘛。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就是我可能出这首歌会被很多人骂，但是还是像我说的，就是我勿忘初心。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就是我宁可被骂，我也想把我觉得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不想触摸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最近有人说你的性格太过狂傲了，那在您看来，这种态度是不是说真正 rapper 必备的一种性格？其实，你一个人性格不狂的话，你真的做不了 rap。其实大家回头看看有嘻哈节目里面谁不狂？因为有嘻哈节目应该是唯一一个很多选手不服制作人的吧，在别的里面看不到的。那他们不狂吗？其实这就是 rapper 一个自带的一个属性加成。OK， 对。好，然后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嘻哈音乐的土壤，那您怎么看中国嘻哈现在的发展？你如果说是起步的话，其实中文说唱已经有很多年了，起码将近有20年了。然后，但是它一直是小众文化，所以不被大家熟知和认可。但是它一直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我觉得现在是中文说唱的黄金年代、黄金时期。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中国有嘻哈这个栏目，包括很多 rapper 接受采访，都在对钱的这个态度都特别有意思。那在您的理解中，嘻哈文化里面对钱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就是大家好像不羞于说我要挣钱这件事情。这就是 hiphop 精神，这就是 real 嘛。就是首先我要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节目会红啊？首先是因为说唱，其次是大家看到了一些可能平常人说不出来的话，但 rapper 说出来了。就比如说，我就想问，谁不喜欢钱？谁不想要钱？都想要。
说唱是黑人文化嘛，黑人早期是非常苦的，然后他们就发明了说唱这种音乐 hip hop， 然后他们用说唱赚到了很多的钱，所以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在歌里炫耀，我是什么什么出身，但是我没有靠走邪门歪路，我靠着音乐我赚了大笔的钱，我开着豪车，我住着豪楼，我身边有很多的妹子，就是其实是很积极向上励志的一种东西。OK， 您希望5年之后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说您对自己的5年后的一个规划。梦想成真，腰缠万贯。那除了经济上的呢，还有没有别的？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真的是和说唱能一直走下去，然后说唱真的是能变为国内的主流音乐，甚至比主流音乐还要主流。OK， 对。您为什么会写《So What》这首歌？这背后有什么可以说的故事吗So What 呀？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都快忘记了。这个歌就是因为当时在圈子里也不被认可嘛，就是一直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也不看好你，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So what， 那又怎样？我还是继续做我自己的东西。就具体一点，您会不会介意讲讲之前在东北发展的时候，就是您说被东北说唱圈封杀的这个经历，然后您又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时期？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我觉得既然已经过来了，我觉得就没必要再去谈以前的那些事情。就是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好啊，就是阻碍也好啊，就是不忘初心，坚持自己当时那份心情，就是你为什么去玩说唱，你为什么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千万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一路往前走就好了。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您说家中曾遭遇过一段时间经济困难，那您那段时间已经到西安了吧？那个时候，对。那你在西安那段时间是怎么样度过来的？挺着呗，能怎么样？就是少吃点饭，是吧？少花点钱，少买点东西。然后家里的话，其实我母亲她有点就是太过于关注我，然后她有我银行卡号，她就去每次就会去查我的余额，对，然后她一看钱少了，她就会偷着给我打钱。那段时间还是挺难过的，反正。是可以理解。您之前好像是学过 DJ 和 breaking， 对，就是您觉得这两样东西对你现在在节目上的舞台表现力有没有帮助？ DJ 应该没什么吧 ，breaking 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觉得。你像我前段时间我们半决赛的时候有个帮唱嘛，有个帮唱是嘉宾是王嘉尔，对，他的现场舞台我觉得特别帅，因为就是他肯定是练过舞蹈了嘛，对，我觉得我就还需要再去学跳舞什么的，应该会对舞台更有帮助。因为帽子才是我的本体。OK， 我基本什么番都会看，除了妇女番，大多数都会看。其实我觉得自己还蛮中二的。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幻想自己能不能成为哪个动漫里的男主角。